爸妈争吵时的不安真的会影响孩子吗？大雄的答案是会的。上学早起对于幼崽来说是一种煎熬，就仿佛是青春道路上必经的一段忧伤。长时间处于这种压迫下的大雄，早已失去了对知识的渴望，而世俗的条条框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又是可以轻易舍弃的。他不想再被锁住手脚，写起了退学申请书。小多拉想搬出爸妈的力量，可母亲早已在一次次的心力憔悴后，不再对大雄有过多期盼。更何况今天还是星期天，但母亲还是用最狠厉的语言抒发着自己的怒火。这并不是大雄的错，只是母亲在扮演妻子的角色时没有控制好情绪。这种无辜的躺枪，让大雄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意义。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就像是在无限缓慢中浪费时间，不留余地地摧毁着一切美好的东西。为了让大雄重拾生的意义，小多拉带他找到了镜像，并在入门的瞬间为大雄盖上了初见印章。大雄忽然记起在初见的那一刻，他的心就已倾向于他。他向镜像介绍着自己，并毫无吝啬地表示着自己浓烈的爱意。有些爱注定一生一世，有些人注定不会错过。这正是大雄初次遇见静香时的心之所想。他用第一次的新鲜与静香玩着游戏，又用第一次的感动解读世界名著。而丈母娘的日常投食，仿佛是对他这个未来女婿的肯定。大雄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的态度，也让静香在短暂的人生中回想起了初见时的欢快与幸福。结束了一段爱情的初见，大雄又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两个男人，一个健硕如牛，一个帅气多金。他也曾诚心以待，希望牢牢抓住这份友情，却在漫长岁月中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弱小。小多拉为两人也盖上初见印章，才发现他们都在不曾了解对方前希望彼此成为一生的朋友，因为那时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、共同的爱好。可有些事情却始终无能为力，就比如将爱情活成亲情后的悲哀。爸妈互相痛斥着对方现在的不好，又怀念初见时对方的温柔与善良。这种问题初见印章恰巧可以解决。爸妈再次找回了无限漫长时光里的温柔，以及无限温柔里的漫长时光。睡觉前，小多拉希望在明早用初见印章帮大雄找回上学时的初心。大雄虽然表面波澜不惊，却在漆黑之后一个人试图回想曾经的那份感动。可繁重的学业早已让他忘记了人生第一堂课时的情景。为了找回这段在漫长岁月中被自己遗忘的美好，大雄毅然决然地踏进了时光机，回到了上小学前一天的夜晚。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孩子第一次背上书包时的感动，看到了一个孩子渴望交到朋友的决心，也看到了一个孩子对知识的渴望。这段被大雄遗失在记忆中的回忆，就如同一只毛毛虫，终将破茧而出，羽化成他的未来。大雄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棋盘到底是走错了哪一步，才会让自己的人生刚开幕就迎来了落幕。第二天，大雄早早起了床，并阻止了小多拉使用初见印章的计划，因为他已不再需要借助道具的力量，而是要以崭新的自我重新走过自己的人生。常常有人感叹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那么似水流年是否会繁华一些，却忘记了人生大道并非会一直畅通无阻。有些人注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而有些人也注定会与我们失之交臂。珍惜眼前，或许就足够了。